徒儿，准备好了吗？好徒弟，看样子你是自动认输了吧？师傅，我可没认输。我手里有3张 A， 你怎么赢？啊！你换了我的牌？什么？想为是堂堂赌神，千术出神入化，神鬼难测，而你不过修炼10余载，千术竟已经远超于我，我输了。师傅，承让了。舒兰，你心性淳朴，还不懂社会的险恶。记住，赌场无父子，你一次的心软换来的不会是亲情，只会是更大的伤害。小姑娘真可怜呐！哎呀！谁？哎呀！这是赌神高瞻！哎呀，快跑！师傅，要不是你当年出手相救，恐怕我早就死在人贩子手里了。都是因为赌，害我失去了一切。你技艺学成，该下山去找你的亲生父母了。记住，千术用之正，则会护人；用之邪，则为祸。用你这身本事去帮助那些在赌场中受困的人，以千反赌，以术护心。徒儿明白了。都让我赢了，全是我的！师傅说的对，赌博吞噬的不只是钱财，更是人性与亲情。这里是萧婉珍的赌场，我要反赌，更要让他为当年死人付出代价。我求求你不要跟我把他走，儿子救我！我也没想到会输这么多钱。少废话，要么还钱，要么砍手啊！有钱吗？啊！住手！你们做局赢钱还要砍人手，不觉得可笑吗？小姑娘，你胡说什么呢？愿赌服输，没钱还砍手，那是官手。我们来赌一把，若我赢了，他们欠的债一笔勾销。哎，你既然要出头呀，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不过，看你也不像有钱的样子。这样，要是你输了呀，就陪我一晚上，我就和你赌，怎么样？可以。好，牌九，德州，炸金花，21点13张，你会玩哪一种啊？就玩简单一点的吧。若一副牌里我抽到红桃 A， 则算赢；若没有，则算输。
姑娘，我们谢谢你的好意了，但是抽到红心 A 的几率真的太小了，你赢不过他的。你不用管我们，你快走吧。那既然你要玩，那我就陪你玩到底。不过，我这么多兄弟，你要是输了，是不是都得赔1万啊？那就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痛快！今天晚上必须让老子玩个痛快！小妹妹，选牌吧。我选这张。因为其他的都不是。这里面真的没有红心 A。那我开牌了。既然姑娘选中了红桃 A， 那你赢了，我跟他们俩的账一笔勾销。谢谢姑娘救命！我希望你们迷途知返，所以才救了你们。现在赌债已清，带着你儿子离开这里，以后不要在涉足赌场半步。是，恩人，快起来吧。赌博救不了任何人，他只会夺走你们最重要的东西。是啊，今天我救得了他们，可明天呢？你们有多少钱可以输？有多少金钱可以挥霍？是谁在胡说八道？我们打开门做生意，在这里凭的是运气、胆量和实力。你问问你身后的这些人，有哪一个不想一夜暴富？有哪一个不想翻身做人？又有哪一个不想一飞冲天？小丫头，你也是来赌的？对，我是来赢下你这家赌场的。赢下赌场，凭你带了多少钱？10块钱。10块钱，10块钱就想赢下我们整个赌场呀！啊，就是。小姑娘，你年纪还小，就不要再赌了，快回去吧。我给你一次机会，回家吧。再闹，我们就对你不客气了。我没有在闹，我是真的要赢下你这家赌场。把这个神经病赶出去。是。赵经理，既然说了开门做生意，岂有赶客的道理？赵经理，难道是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秘密？怎么会呢？我们开赌场，喜迎四方来客，只要你有钱，想玩什么都可以。10块钱玩什么好呢？小姑娘，10块钱也就只能玩把骰子，运气好的话还能多玩几把。好，那就玩骰子吧。好，祝你好运。
请下注。我压大。压小，我也与你的位呀，跟着他压。买定离手。4、5、6大。小姑娘运气不错呀，开门红。请下注。我压小。2、2、3 7点小。听说新手运气都不错，看来是真的。请下注。我压大。2、6、6大。我压大。4、4、6大。压小。2、3、3小。这一把我压大。5、5、6大。这小姑娘运气爆棚啊！姑娘，按照你这个赚钱速度，明天之前赢下这座场子，说不定也没问题。要明天啊？那太慢了，我要压那个。啊！小姑娘，你疯了！豹子150倍是不假，可那概率只有4/1000啊！果然是新手啊，连赢几把就晕头了吧？240。小丫头片子，这一把直接让你滚蛋！老公，咱这把压什么呀？压小，他已经连赢7把了，这把肯定输。说什么呢？这次我赢定了。哇，豹子，真是豹子！说什么呢？啊，老天爷，150倍！这姑娘真是神了！好啊，看来这小丫头的来头不小。这怎么可能？哪有人能连赢8局？都怪你，非要反着买。他下哪儿，我们就跟着下哪儿，绝对能发财。就是跟着他下，绝对能发财。他能赢钱，他能赢钱。好啊，下去吧。小姑娘，没想到你还是个行家，赢了这么多，咱们俩来玩一把。哪有？还早着呢。别以为懂了点皮毛就可以肆无忌惮，我给你个机会，当我的徒弟如何？别急，等我把你的赌场赢下来再说。敬酒不吃吃罚酒。赵经理是这的镇场高手，听说他那手骰子神乎其神呀，想摇几点就几点。是吗？我看这姑娘更厉害，跟着她下注准没错。请下注。我压小。我也压小。我也压小。买定离手。鱼儿上钩。大。哎呀！哎呀，都怪你！一会儿反着买，一会儿正着买，又输了吧？闭嘴吧你！小丫头，看来你的好运用光了。哎，确实是用光了呀，毕竟前面连赢了9把呢。我早就说过了，赵经理是这的镇场高手，这小姑娘不可能赢的。狗手也有失误的时候，这把我还跟他买了。请。我压大。哎，压大，压大，压大。小。哎呀，又输了。哎呀，怎么回事啊？压大。224， 8点小。还能不能行啊？压小。632， 11点大。看来这小姑娘遇到真正的大佬就歇菜了。等等，你这10块10块的压，想赢下整个赌场，要到什么时候啊？啊，你说的也是。那这一把，我全压，可以收网了。豹子爷，不是你疯了？
老公，咱这把还跟吗？这把得跟他反着来，我没大，我也不跟了，我就要反着来，我下大。姑娘似乎对这局非常有把握，那不如咱们玩的再大一点。我所有的筹码都在这儿。不够，再加上你的这双手。小丫头片子，既然不能为我所用，现在就得斩草除根。恩人，这个赌注可万万不能接啊！他就是想一把收割你。咱要不就算了吧。谁是狼，谁是羊，现在还说不定呢。这么说，你答应了？是，不过赵经理也得加注。行，你想怎么加都行。我的骰子技术无人能敌，压什么都是我赢。恩人，这帮人真的心狠手辣，你要是输了，他会砍掉你的手的，你千万不敢冲动啊！是啊，这把不能赌啊！快点啊，别磨叽，赶紧下注啊！就当给他个教训，这赌约我接了。这小姑娘还是太年轻了，赵经理混进赌场这么多年，没有必胜的把握，怎么可能拿自己的双手做赌注啊？这下他输定了。买定离手。看好了。哇！哎呀，真的是包子一！哎呀，全没了！哎呀，这不怕，我们能翻本，坚持住！我明明摇的是3个6，怎么会这样？这也太厉害了吧！19万，2翻150倍，哦，2880万！哇，天哪！刚才说了50，应该是2879万9950。你的钱，还有你的手。我这么牛逼，怎么可能会输？不可能！你出钱！啊？证据呢？骰子是你的，钟是你的，场子是你的，连摇钟的人也是你自己。众目睽睽之下，我怎么出钱？对呀，人家小姑娘碰都没碰一下。输不起就别开赌场啊，关门啊！就是啊，怎么，输不起吗？就这点钱，我萧婉珍还是输得起的。妈妈，终于见面了。不，萧婉珍，这个你用我换来的王国，我会亲手让它尘埃落定。哎呦，萧总，小姑娘有两下子，就用10块钱赢了我们赌场2000多万。萧总，他肯定出钱了。来人，把姑娘的钱端上来。姑娘，这钱是你的了，这双手也是你的了。萧总，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不能没有这双手啊！跟了我这么多年，规矩就是规矩，坏了规矩就要付出代价。萧总，大义灭亲，真是讲信用。在我的场子里，信誉就是天，输了就是输了，愿赌就要服输。别说是跟了我多年的手下了，就算是我的亲人，我也绝不手软。萧总，若今天输的是你的女儿，你这把刀落还是不落？替他找个好人家。
我说过了，就算是我的亲人，我也绝不会手软。这把刀和当年卖掉我的那把一样了。姑娘饶命！姑娘饶命！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只是要你的双手，又没有要你的命。我就是靠这双手吃饭的，如果没了这双手，我和死了无异呀！怎么，你还要用这双手去祸害别人吗？不敢，不敢了！我只要姑娘你饶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是吗？既然你这样说了，我就给你一个选择，当着大家的面说出你们是怎么靠骰子做局盈利，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什么？这骰子也能做局让我们输钱？这哪有什么骰子做局？这都是运气。靠运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功。现在我给你机会说出来，否则你这双手就姑娘，这赵经理技不如人，输了赌约，我认。他这手，你想要拿去便是，可你坏了我们赌场名声，这恐怕不太行吧？对，我们赌场都是公平经营，哪有什么局？宁可断手也不肯说出秘密。这萧婉珍管人的手段可真够狠的，是吗？那这是什么？你什么时候从我身上拿的？这是什么呀？骰子做局，真的呀，就是。各位，这就是他们骰子的秘密。他们根据客人给出的金额，用遥控控制骰子的点数，从而实现最大化的盈利。这，哎呦我去，怪不得总是差一点儿，原来是黑店呀！我靠，怪不得我之前押豹子的时候，听着声音明明像，结果一开出来就变了。你们这些骗子，退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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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经理，你好大的胆子！我3令5申，场子里边要干净，你竟然背着我干这种勾当！萧总，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各位，请安静一下，听我说。我萧婉珍在华阳立足，靠的就是信誉和规矩。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管教不严，识人不明。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赵经理，你坏我规矩，骗人钱财，来人，拉下去，把双手砍断。在座的各位，今天的输赢及损失，我萧婉珍双倍奉还。好，这个好。萧总这一手断尾求生，用的可真好。姑娘，你说我们赌场出千，欺瞒顾客，好，我认罚。可是你在这赌桌上连赢数把，把把精准，你的赌技难道就光明正大吗？对呀，这小姑娘会不会太神了？难道是黑吃黑？行，既然萧总不相信我，那我们不妨来赌一把。就凭你拿什么跟我赌？我赢了又能得到什么？那里是赢你的2800万，我要用这个赌。若你赢了，钱归你，我认你清白；若我赢了，你就要给大家说，你是怎么靠出千盈利的。这方案听上去对我们有利啊！好，我们同意。小总，
你要是答应，说明这赌场出欠与您无关。我们同意。对，我们同意。好啊，这小姑娘赢得了萧婉珍吗？据说玉面罗刹萧婉珍除了当今赌王，没有人是她的对手。据说他的骰技特别好，连赌王都不是他的对手。那姑娘想玩什么？听说萧总擅长骰子，那我们就玩骰子吧。枪口上撞，明知萧总骰技，同时还敢选这个，这不是自断生路吗？哎，这小姑娘太狂了。好，那我就陪你玩玩。来人，拿新骰子。既然姑娘是行家，不如我们就玩的简单一些，比大小如何？您是庄家，规矩您定，你说怎么玩就怎么玩。好啊，3颗骰子比大小，谁大谁就赢。听你的。这位姑娘摇骰子我没见过，但是萧婉珍的骰子水平我可是亲眼见识过的。就那普通的骰子，想摇几点便是几点。真有这么神？那这姑娘不是输定了？认真的手法跟他一模一样。姑娘神手，不知道姑娘从哪里来，师从何处？这么好的身手，何必跟我这小小的场子过不去呢？萧总说笑了，汉天赌场雄踞华阳半边天，您更是当今赌坛公认的顶尖高手。既然姑娘知道我的名号，那应该你也知道我这人一向爱财。你有这样的身手，何必在外边与人好勇斗狠，替人出头？实在是有点明珠暗投。不如你跟着我干，我给你的比你想要赢走的多得多。萧总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自幼深受赌博之害，亲眼见过他怎么让人家破人亡，骨肉分离，所以我发下毒誓，定要让这些设局害人、吃血噬骨之徒受到应有的惩罚。好，要这么说的话，姑娘跟我不是一路人了。不是。好啊，那我们就加点赌注。萧总还想怎么赌？若是姑娘输了，就把双手留下来。萧总一向是这样对客人的吗？那倒不是，只是我萧婉珍纵横赌场数十年，靠的就是一个道理，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好，很好，赌博已经让你丧失了人性，那我今天要在这张赌桌上把你自认为拥有的一切给赢回来。好，若萧总输了怎么办？你说，赔偿我100倍金额，并关掉赌场，终身不再涉赌。好啊，我看你怎么赢我。萧总果然是3个6，就是即使说这位姑娘也是3个6，萧总最终也是萧总赢，这下他输定了。除非他把骰子摇碎，可是如今有这个能力的没有几个人啊。忘了说了，3颗骰子大小，震碎了。什么？震碎了不算？那这么说，无论怎么摇，摇几点，这姑娘肯定都输呀。是我们害了你，输给萧婉珍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骰子论赌王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我还没开呢，你们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输？即使一模一样也输了。谁输跟他是一样大小？啊！这好厉害！这么久了，骰子还在转。哎，他
这又不是比杂技，转那么久有什么用啊？肖总摇出3个6已经是绝杀，输定了。年纪轻轻的，可惜啊。姑娘，看样子到头来你还是输。你这双手啊，怕是要赢下来。看样子现在胜负已……等等，是你亲口说的，3颗骰子比大小，震碎了不算。哇，你看，我不会看错吧？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他的骰子竟然硬生生把肖总的骰子撞飞了！这不可能！恩人，这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你的骰子可以像陀螺一样旋转，还可以飞过去把他的骰子撞飞啊？赌场之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处理好骰子与赌桌之间的摩擦关系，就可以利用离心力，让骰子高速转动的同时，按照我想要的轨迹毁掉它。哇塞，这很厉害，这么厉害啊！神乎其技，真是神乎其技啊！今天算是开了眼了。这不算。肖总，规矩是你定的，怎么当着大家的面你还想赖账？在赌桌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肖总，你一再强调你是庄家，即使点数一样也算你赢。若是这样，这根本就是一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赢的局。那我们比的意义又如何呢？说得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肖总，玩文字游戏玩到自己头上了吧？精彩，真是精彩至极！没想到在华阳地界还能见到如此别开生面的赌局。自我介绍一下，本人童景明，世界蓝道协会秘书长，特来通知萧婉珍女士，下月举行的新一届赌王争霸赛将在澳门举行，这是她的参赛邀请函。这位姑娘年纪轻轻，赌术却如此精湛，更难得的是思维缜密，胆识过人，实在是本届赌王大赛不可多得的佳选。我诚挚的邀请您一同参赛。我对赌王的名号不感兴趣。这位姑娘，赌王争霸赛是全球赌坛公认的赛事，关注度极高，更何况即便不得奖，也能得到当代赌王的指点。当今赌王冯汉天，对，他是当今赌坛公认的泰山北斗，若能得到他的片言指教，胜过自己苦修10年。不瞒你说，萧女士正是当年得到了赌王的几分真传，才在华阳踏下了这片基业呀。等我拜到赌王冯汉天的门下，我就会把我失去的一切全都拿回来。冯汉天卷走了我的童年，让母亲变成了如今冷酷无情的玉面罗刹。好，既然机会送到眼前，我倒真要去亲自会一会这位赌王。你这么说，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按照规则，代表华阳出战只有1张直接晋级正赛的入场券，原本属于萧婉珍女士，可现在，看来2位只有其中1人能代表华阳出战。我觉得让那位姑娘参加吧。不行，我要再赌一局。对，再比一局。对，让我们开开眼。看来众议难却。既然刚才的赌局有争议，不如2人再赌一局如何？由我来做裁判，同时决定这张入场券的归属。对，再来一局，再赌一局，再来一局，对，再来一局，再来一局吧。对，再来一局吧，再来一局，再来一局，再来一局吧，再来一局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那姑娘想玩什么？萧总擅长什么，我们就玩什么。这姑娘好大的口气啊！这才有意思啊，就是要硬碰硬。
这是要彻底击垮对方的自信呐！好，既然你自寻死路，那你就别怪我。我看姑娘骰子玩的不错，不如我们继续玩骰子。听你的。规则非常简单，你和我只要摇出同样的点数，就算你。这听起来似乎也不难啊。不难，你上去摇摇看。对他们这种高手来说，听骰定桌，想啥来啥都不稀奇。你说的也有道理，看萧总这模样，应该是有必胜的把握。姑娘这么好的身手，想必你父母不是寻常人吧？培养你也是费尽心机了。怎么，萧总莫非以为我是受了父母之命前来寻仇的？那不然呢？我萧婉珍纵横赌场数十年，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脚下踩着的枯骨自然不少。他们自己没本事，就培养自己的儿女当做复仇的机器。哼，真是天底下最可笑、最可悲的父母。萧总说的这般义正言辞，想必一定是一位好母亲了。萧总说的这般义正言辞，想必一定是一位好母亲了。怎么，萧总似乎有难言之隐？这不关你的事。萧总何必动怒？我夸萧总是好母亲，萧总应当开心才是。莫非萧总比那些把子女当作复仇棋子的父母更加不可？住口！你凭什么说我不是一个好母亲？我的母亲为了赌博，将我卖给人贩子，任由他们摘取我的器官，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痛恨那些卖儿求荣的畜生。他说的怎么这么像我？那你母亲还当真可恨？是啊，所以我才希望萧总是一位不一样的母亲。原来如此，那不如这样，我认你做干女儿，给你想要的权利、财富和地位。萧总说的财富、地位、权势，将在几分钟后全部消失。萧总，看来是我想多了。高兰，牛家村人，自幼无父无母，毫无背景，自学赌术，在乡下当了几个月的反赌宣传，原来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骗子。做反赌本就是刀尖行走，师傅这是怕我牵连到他，索性给我安排了个父母双亡的身世。那这样，我们的赌注还要再加大一点。你要是输了，把命留下。这有命啊！这太恶毒了。可以啊，但若萧总输了，终身禁赌，并把这个赌场给我。毕竟参加那个什么大赛还需要点本钱。哼，好，萧总请吧。你执意寻死，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赌术。神乎其技啊！摇闪手法以真知化境，闪阴浑然一体，竟让人完全无法分辨点数轨迹。萧总这一手混沌之音，当真是独步赌坛，举世无双。萧总这用的是三元龟力。什么三元龟力？这一招有这么强吗？萧总曾用这一招赢过赌王。赢过赌王？那这小姑娘不是死定了？
姑娘能逼我使出3元龟力，你这一辈子也算是值了。萧总且慢，这位姑娘年纪尚轻，不知道3元龟力的厉害。我恳请萧总高抬贵手，收回此局。姑娘，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3元龟力一出，落骰无悔啊！什么3元4元的，只要我摇出跟他一样的点数就行了，又不是比杂技。姑娘，认输吧。这一局，我童某人以蓝道协会的名义担保，为你求个情。你这么年轻，没必要把性命断送在这里啊！洪秘书，这赌桌上无戏言，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一点教训。萧总，这位姑娘天赋过人，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如若今日折在这里，将是赌坛的一大损失啊！你们这些人，我还没比呢就判我输，此局无解。那好，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的天呀，萧总的骰子也转起来了，还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啊！这根本看不清啊，这样怎么比呀？当今赌坛除了萧总，谁还能摇出这样的骰子呀？看来这骰神的称号当之无愧。姑娘，这下你可要认输了吧？虽然你的骰子也转了起来，不过这可是叠着的，输给萧总这一招一点也不冤。谁说我会输？差的也一样。快看，连转速都一样啊！我的老天爷，他真的会这一招！哎，这小姑娘是哪儿来的神仙啊？居然会萧总的独门绝技！难怪这位姑娘刚才那么镇定，原来是有真本事啊！看来今天这场赌局胜负还真不好说啊！天才，真是百年难遇的天才，连3元龟力都模仿到这种程度。可惜啊，最终还是赢不了。为什么赢不了？这不是都在转吗？诸位有所不知，3元龟力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可控性。可控性？你们看，2副骰子虽然都在旋转，它们的落点是随机性的，但萧总可以随着他的心情随意控制骰数。所以，就算这姑娘也会这招，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唉，概率微乎其微啊，就像2个人在茫茫大海中不约而同的同时捡起1粒沙子。唉，可惜了这位姑娘，天赋如此惊人，却要败在这无解之局上。这也就是3元龟力被称为赌坛传说的原因，它本身就是无解之局啊。说吧，你想怎么死？急什么？我的骰子还在转呢。停下来又能怎么样？这骰子力道、角度，只要稍有差异，这最后的点数都会千差万别。你还真以为你运气能够一直这么好啊？能力在尖顶上已经很神了，可惜啊，点数不相同。谁说立着就不能赢了？一样的点数，我的天！哎呦，我天哪！一样的点数，一样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我精心计算过的点数。你怎么会？你自己做不到，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这是运气，这一定是你的运气。学了10年赌术，就这个水平，真让人失望。姑娘赌技非凡，令人叹为观止。萧总说了，只是运气好而已。不，是在下眼拙了。姑娘方才展示的听骰变位之功，对骰子力度的精准把控，已然超神。按照约定，这场赌王大赛的入场券理应属于姑娘。
这个入场券是我的。萧婉珍，你现在一无所有，怎么和我争？不要忘了我们的赌约，你已经终身禁赌。我一定要拿到这张入场券。我们再赌一局。你什么都输光了，拿什么赌？你还真以为我萧婉珍就这点家当？我纵横赌场数10年，各地都有房子、名车、名表，还有现金。我还有13间这样的赌场。没想到5万块钱就能换到这么多，真是值啊！你说什么？没什么，只是没想到萧总这些年来居然积攒了如此多的资本。来人，把我名下所有资产证明全部拿过来。萧总，去。是啊，我就不信你还能靠运气。这些总够了吧？既然萧总执意要送，那我就让你一次性输个精光。13间赌场，这可是萧总的全部身家。姑娘，见好就收吧。原本只想赢他1间赌场，他自己送来的，岂有不要之理？上一次让你赢只是侥幸而已，我倒要看看你的运气能一直这么好吗？既然萧总觉得是运气，那我们不妨再玩一把。好啊，这次让你选，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的有赌技，还是全是靠运气。那我们就玩最简单的吧，你摇骰，我来压大小。好，我陪你玩到底。啊！还压就场，还压了豹子，而且还是3个亿，这可是数10亿的赌注啊！数10亿压豹子，这要是赢了，翻150倍，这得多少钱呀？这是什么玩法？我还没见过。萧总还没摇骰，他就已经压上全部身家，他是不是疯了？萧总，醒吧。萧总，不会怀疑我作弊吧？现在我离开了骰台，骰子是你的，粥是你的，骰台是你的，萧总还有什么担心的吗？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萧总，这赌注实在太大了，要不……滚！你凭什么这么自信？不是萧总说要看看我的真本事吗？怎么，萧总不敢玩？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萧总还没摇骰，他就把全部身家都压在豹子衣上，这不明摆着送钱吗？我知道了，他这是心理战。萧总啊，已经连输2局了，他这局再输就倾家荡产了。他断定萧总不敢接这赌局。没错，这招就是逼着萧总退缩，不战而胜。不但在气势上把萧总赢了，并且还能拿到1张入场券，妙啊！上百亿的赌注，换谁手不抖？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了？这局跟你完了，萧总应战，这姑娘算是玩脱了。还以为有多大本事呢，原来是个愣头青啊！这下把自己玩进去了吧？年轻人啊，就是沉不住气，这才赢了几把，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这下玩脱了吧？萧总果然豪气，不过我得提醒你，我压的是150倍的豹子，你桌上这些资产，就算最高价，也不够赔吧？不够赔。行，你要是赢，我这条命，我天啊！疯了，都疯了！看吧，你那心理战的本钱，看来是白费了。人家萧总根本不吃这套。好，一言为定，萧总，
请摇骰。哇！真的是3个1！我的天，他押中了！完了，萧总这下连命都输了。这已经不是赌术了，这是法术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之前和你说了，我是一个深受赌博之害，立志让这些害人的人付出代价的反赌人士。反赌？这世界上开赌场的人那么多，危害社会的人不计其数，你为什么偏偏盯上了我？为什么？那就得问问萧总，从赌博以来做过哪些伤天害理的事。你放心，至于其他的赌场，有一个算一个，我会让这些吃血噬骨、设局害人的人付出代价，让他们一一关门大吉。再跟我赌一局啊！就最后一局，你还有什么可以赌？我的命啊！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拿我的命跟你赌，你要是赢的话，我的命就是你的。我才不想要你的命，只会脏了我的手。这张赌王大赛入场券对我真的很重要，我求求你，你把它给我好不好？我求你了。不行。为什么？因为我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人，甚至把你变成现在这样。站住！要么跟我赌完最后一把，要么就把命给我留下来。来人！你们都还要跟着他？他输光了一切，他的房子、票子、场子都是我的。你们为他卖命能得到什么？跟着一个输光一切的穷光蛋，等着喝西北风吗？但如果你们跟着我，这些产业、赌场还是需要人管理的，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分得清。看来大家还是比较聪明。萧总，现在是你不配站在这儿，是你自己体面的出去，还是我让他们请你离开？好，很好。今日你给我的耻辱，我定会100倍偿还。咱们来日方长。恩人，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把这里设置成反赌的宣传讲点了。乡亲们呢？乡亲们马上就来。恩人，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我都想不明白，您是不是未卜先知啊？您怎么知道那个骰子一定会开出3个1啊？这世上哪有什么未卜先知？萧总，请吧。
我只不过是把赵经理之前做局的那副骰子，趁萧婉珍不注意换上去了而已。可是那个遥控器不是被萧婉珍给砸碎了吗？没错，我之前研究过他们这种骰子，当遥控信号中断或者被损坏的时候，骰子内部的机关为了复位，默认显示的点数就是111。原来如此。所以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神庇护、未卜先知？有的只是人心算计和技术手段罢了。我知道了，恩人。所以10赌10输，赌博只会让人家破人亡。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揭秘几种最常见的签术。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大壮哥，怎么了，二壮？我不是人，我又去赌了，我连老婆都输了。他们说今天不输人，就要把他卖到南阳去了。什么？哎呀！哎呀！带路，乡亲们。不用演戏了，李二柱的事是你们做的局吧？聪明，我早就听闻华阳地界出了个了不得的小姑娘，把我这个不成器的师妹弄得如此狼狈。我裘九千作为师兄，怎能坐视不理？师兄，就是他，我的全部家当，还有我赌王大赛的师妹求到我这儿，我这个做师兄的，自然得替她讨个公道。所以，你们就绑架别人老婆？话别说这么难听，我裘九千做事，向来讲江湖道义。今天我想邀请你赌一局，我若赢了，还请姑娘把从我师妹这里拿走的东西还给她。放心，赌局绝对公平，所以我还请来了童秘书做个见证。童秘书，按江湖规矩，我若赢了，物归原主，合乎道义吧？按规矩，裘老板胜出，萧女士的其损失我不管，但那入场券得归胜利者。姑娘的才能我见过，姑娘放心，我童某人在这行已经做了有20年了，号称铁面判官，绝不会为了利益出卖自己。好，那就有劳了。不过裘老板替人出头，还得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小心引火烧身，把自己也搭进去。小丫头口气倒是不小，这个世上，就算是我师父赌王他老人家，也不敢说稳赢我裘九千。既然你非要替他强出头，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正好，也给在场的乡亲们再上一堂反赌课。就凭你给我上课，乳臭未干，还敢口出狂言？哼！待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裘老板，既然要赌，总得有个章程。你想比什么？比虚无缥缈的运气，还是所谓赌技？又或者，干脆直接比签术？放肆！我裘九千那一代牌神，凭的是真本事，岂会行那种鸡鸣狗盗之事？你休要血口喷人！当然，
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出千。不过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什么好人。既然我来了，一呢，是让你输个精光；二呢，是借机给乡亲们再上一堂反赌课。各位乡亲们，我今天要给你们揭秘一招常见的千术——袖里乾坤。裘老板，该不会你也在袖口藏了牌吧？厉害的老千可以同时在袖口里藏好几张牌，神不知鬼不觉，就能从你手里换走任意一张。怪不得之前在牌桌上面明明拿到一手好牌，转眼间对方都能打出更大的牌来，原来是因为这样啊！太黑了，这真是太黑了！胡说八道！我裘九剑行事下了光明里，怎么会用那种下三滥手段？看清楚了吗？这下没话说了吧？看清楚了，裘老板果然坦荡。既然解馋了我，那为了公平，你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来呀！理所当然。高小姐身上没有任何东西。怎么样，裘老板可还满意？好，那就开始吧。裘老板想玩什么？21点，21点的规则知道吗？每位玩家齐收2张牌，不足21点可以继续补牌，若补牌组合超过21点，则为爆牌，判输。玩家将牌对牌作比，21点最大。可以，不过我刚刚看你的面相，好像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你想清楚了？黄毛丫头也敢妄谈面相？师妹，你居然栽在这种信口开河的人手，哼！开始吧。两位，请下注。10万。哼！是否需要补牌？不需要。我也不用。庄家手牌为黑桃 K， 方片9，总和19点，大，庄家胜。承让了，这第一局我先拿下了。请。是否需要补牌？我不需要。不必了。庄家手牌红心10，方块10，合计20点，大，庄家胜。高姑娘，看来运气今天站在我这边啊。两位是否需要补牌？我不需要补牌。要牌。闲家手牌方块 Q， 黑桃4，方片10，合计超过21点，爆，庄家胜。高姑娘，看来今天晚上你手气不太好啊。恩人，今天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乡亲们，这在赌场叫做喂鱼，先故意放水，让鱼儿吃到甜头，从而放下戒心，越玩越大。这时候就是收网的时候。只不过今晚这条鱼
不是我。小丫头说话真有意思。我在这赌场混了20多年了，还是头一次听说鱼儿给庄家背诗。两位请下注。是否需要补牌？要牌。啊，这，哎呀，我，哎呀，连20点都要牌，这输钱输的也太清新脱俗了吧！师妹呀，师妹，你把师傅的脸都丢尽了，居然会输给这种黄毛丫头！师哥，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确实精通于骰技，但是我没跟他玩过牌。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听闻球哥牌神的名号，怕了。他应该清楚自己玩不过球哥，又要面子，想在那帮土包子面前出头，然后示威，所以故弄玄虚呢。哼！师哥，不要轻易放过他。赌王入场券必须拿回。夏婉珍，我对你可真失望了。你居然已经沦落到需要让这样的货色来替你出头。不过也好，让这样自以为是的人输个精光，也算是罪有应得。我心里没什么负担。臭丫头，死斗临头还敢口出狂言！哼！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只要你答应陪我几天，那之前输的，还有李二柱那婆娘的事儿，都可以一笔勾销。聒噪！今酒不吃罚酒，今天我要让你输得倾家荡产！发牌！等等，乡亲们，刚才我跟你们讲了什么叫喂鱼，接下来我还要再揭穿一层骗局。你们看这位荷官，他看似公正，实则洗牌和发牌的手法里全是猫腻。这是一种更高明的签术——完美洗牌法。通过特殊的洗牌手段，可以记住牌序，甚至控制场上发出来的牌。这还能控制？这真的假的？这也太厉害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底牌是黑桃 A， 明牌是方块 K。哇，真的是这两张牌，一模一样。这么闪亮 Blackjack 21点黑杰克牌型 A 与任意10点的牌组合，庄家达成黑杰克，赔率3比2，积100赢150。而我的牌是红青6和梅花4。哇，全说中了，没错，这也太神了！可怜的10笔，这就是你所谓的牌神，靠荷官做牌得来的神。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看来是我小看他了。不就是猜中2张牌而已，这有什么？纯属巧合而已。你少在这污蔑别人。巧合。接下来的4张牌是梅花3、方片9、黑桃7、黑桃6。哇，一模一样！天哪，一模一样！裘老板，都是业内人士，你手下荷官控牌那点小伎俩，就没必要拿出来丢人现眼。哼！呸！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滚！各位，这事情我完全不知情，都是这荷官自作主张，跟我可没有半点关系。你甩锅这一套，是跟萧婉珍学的吗？如出一辙。好，既然你不相信荷官，那我们就换个方式，你我轮流洗牌发牌，这样总公平了吧？不必那么麻烦，谁洗牌都无所谓，我也不管谁发牌。我提出来，主要是为了给乡亲们教学。好啊，既然你要公平，那我就给你个公平。现在我什么都看不见，总不会作弊了吧？随你。这世上还没有我裘九千摸不透的牌，就算我双目不能视，这108张牌也得乖乖听我号令。牌已经洗好了，请验牌。不用了，开始吧。不用了，开始吧。童秘书，你来发牌可以吗？可以。由童秘书发牌，你没意见吧？没意见。现在做到绝对公平公正了吧？既然公平公正了，那你之前赢我师妹那么多钱，现在跟我玩的是不是太小了一点？你这栋别墅价值多少？少说10个亿。刚好，汉天赌场的股权也是10个亿，我陪你赌。好，姑娘爽快。恩人，这个牌赢面很大呀。对面就算是个尖儿，最多也是平局。这帮蠢货以为蒙上眼睛，我就不知道洗的是什么牌了吗？我牌神的称号岂是浪得虚名？闭着眼睛，我也能洗出任何想要的牌型。看来高小姐手气不错，这么好的牌面，不如我们增加点赌注，如何？还要加赌注，岂不是在给我送钱？裘老板明知我牌面不错的情况，还要加赌注，岂不是在给我送钱？高小姐怎么知道我的牌不好？说不定我这下面是张2，再要一张是个10点。裘老板给自己发了副必输的牌，还主动要求增加赌注，我自当奉陪。只是你的这栋别墅都已经押上了，还有其他的什么筹码吗？我旗下还有13家赌场，加起来价值过100亿。童秘书，我愿意用我名下汉天赌场的股权来与他对赌，请您做个见证。好，双方加注已完成，共计超过200亿，请双方签字。牌局继续。按照我接下来的洗牌顺序是1张5，1张6。高兰要牌则报给，不要不则21点。所以他是否要牌都必输于你。高小姐，20点还要牌？20点还有什么牌啊？当然不要了。童秘书，我要分牌。这姑娘到底会不会玩21点
20点已经足够大了，还要分牌？你确定？不错。看来他还是有两下子的。经过我星河道转洗牌手法后，他还能记住这几张牌，知道后面这2张牌是你必输的牌，所以你选择了分牌。但接下来是2张实战，你要或不要都是输。继续分。什么？还要分牌？什么？还要分牌？莫非他还能算到后面的牌？不错，知道自己会输，选择分牌，是想看看后面什么牌。不过我很好奇，你是知道我的洗牌手法呢，还是想蒙一下呢？天哪，他居然用洗牌手法洗出自己想要的牌！可他刚刚明明蒙着眼睛啊！的确，有些高手确实可以通过训练，可以做到蒙着眼睛，仅凭触觉和肌肉记忆，在洗牌手法过程中把牌排成自己想要的顺序。而裘老板就是这样的人。原来是这样啊，恩人，我看明白了，刚刚你是2个勾，还执意要分牌，现在1张5，1张6，对面指定是张 A。不错，大壮啊，有长进。对面的牌的确是个 A， 那不是作弊吗？能看破我的星河倒转，算你有点眼力。不过，冯秘书，这一牌是他自愿让我洗的，也是他自愿放弃切牌。按规矩，这可怨不得我吧？不谈规矩，双方认可的洗牌权，切位行使的切牌权，手法本身并不构成作弊。高小姐，规矩就是规矩。这什么规矩啊？这明明就是作弊嘛！这就是作弊啊！不，这什么规矩啊？这分明就是作弊！听见了吗？规矩就是规矩。现在要认输吗？裘老板误会了，你笑什么？我指出你的手法，不是为了指责你作弊，只是想让乡亲们清楚，在真正的赌术高手面前，再精妙的洗牌手法也是雕虫小技。哼，好大的口气！就算你看破我的星河倒转又如何？现在的牌面依然必输你。是吗？那就继续吧，请童秘书分牌。姑娘这么自信，不如我们再加点筹码，怎么样？裘老板还想增加什么筹码？若是你输了，就陪我3天3夜，并且不再搞什么反赌宣传。可以，不过若裘老板输了，向在场所有被你欺骗过的乡亲们磕头认错，骂赌王是王八蛋，捐出所有的家产，并终身从事反赌公益。好，就这么说定了。哎，看牌型越来越差了。想到怎么样凑出21点了吗？没有21点又怎样？你以为你一定能赢吗？是，我一定会赢。哼，就算你看破我的牌底又如何？我20点，你再怎么凑也凑不出比我大的牌。只要我这20点大过你分出的所有牌，那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裘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21点牌对比牌，点数大牌得分，最后总计所有分数，高分者胜利。这场赌局最难的并不是凑出21点，而是他手上的所有牌对都要尽量比对方大。他现在已经走入死路了。什么？那陆老师还有赢的可能吗？他手里一共有16副牌，只要有1半以上的牌，总计分数超过20点，就能赢。只是如果是平局，还是庄赢。娄小姐还是会输啊！大壮，那恩人是不是输了？恩师肯定会想到办法的。哦，想什么办法？再想也是浪费时间而已。
你以为我筹9千只会洗牌这种小伎俩？告诉你，我洗的牌型叫真龙牌局，我早就用超级计算机模拟出所有牌，从第一张牌落下开始，总共25.9993.4592种结果。不管你分多少次牌，要不要牌，都在我的计算之内。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你必输无疑。什么？还能这么玩？不愧是牌神，他居然计算出了恩人所有的谋略。你以为读数只是手法跟眼力吗？错，这是数学，这是算力，这是穷究一切可能性的绝对掌控。哼！现在就算我明着跟你们玩，你们也玩不过。师哥，还得是你呀！这小姑娘自以为学点三脚猫的技术，就以为自己很厉害，殊不知道这玩牌还要动脑子啊！是吗？为什么我算出来一定会输的是你呢？已经很明了了，你还在这里装腔作势。牌局还没结束呢，再计算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我早就计算了所有结果，你都是谁？童秘书，请问现在这个情况就能决定比赛结果了吗？根据赌团规则，必须完成所有合法程序，才能判定输赢。邱老板，请您继续完成牌局。好，那我就让你输的心服口服。还要分吗？不用了。那还要牌吗？这都20点了，还要什么牌？肯定不要。要。啊？哇，这真的21点了，21点了，20点还能要个价，老师厉害呀！邱老板，你的计算机是不是出问题了呀？怎么没有算出来这个21点？我就说嘛，老师肯定有办法。一帮蠢货！这牌面上一共16副牌，才一副21点，有个屁用！童秘书，我还要牌。等等，我说的是第一副继续要牌。什么？21点了，还要？哎呀，这21点，这怎么加牌啊？会不会玩21点啊？疯了吧！21点了还要牌，这不是自爆了吗？大壮，你不是说恩人很厉害吗？就这？不是，恩人啊，您这……哎呀，我看你是输昏头了吧？不过这样也对，知道自己必输，所以自爆21点。童秘书，规则到底允不允许21点还继续加牌啊？根据21点基本规则，玩家在所有情况下，只要手中牌面总和不超过21点，都可以有权继续要牌。娄小姐牌面总和是21点，并未爆点，所以根据规则可以要牌。我看有些人呐，是不把自己逼上绝路，不死心。请继续发牌。勾凯尖爆庄胜。哎呀，爆了！这么好的21点就没了。哎呀，师傅能不能赢啊？完了，全完了。还要牌啊？不是，这一副也要牌。勾凯尖爆庄胜。这姑娘是真疯了，纯粹来送钱来了。她怕知道赢不了了，破罐子破摔了。师哥，看来这老天爷还是站在我这边的。我看也是啊。哎呀，怎么办呢？这一副也要牌。爆庄胜。这一副还要牌。爆。再要。爆。还要牌。爆18庄胜。这怎么办呀？我老婆。继续加牌。还要。爆。这一副还要牌。娄小姐497 20点，是否继续要牌？不用了，下一副牌继续。大壮，恩人不要牌了。不要了。
好戏开始了。不好，上次计算没考虑21点还要牌的情况，刚才这把只是碰巧而已。前面每计算一步，后面计算利益，何辈子？他不可能靠自己算出所有结果。下一副4、5、12、21点，贤胜。下一副要牌。哇，赢了，又赢了！5、6、7、3，贤胜，记3分。继续。8、7、6、21点，贤胜。加牌。17、4、21点，贤胜，记5分。下一副。太棒了9、6、6、21点，贤胜，记6分。继续。继续。3、7、6、5、21点，贤胜，记7分。21点，又是21点。恩师，我知道了，您第一局21点主动爆牌，就是为了让后边尽可能的多出21点。您是把所有的牌都算透了。现在就剩最后一副牌了，要是21点的话，恩师就赢了。最后一副要牌。724 13点，继续。7242 15点，继续。72426 21点，贤胜，合计8分。哥哥，我回来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我的真龙牌局算进85亿种可能，没有这种结果，没有，肯定是你在出千。裘老板，你说我出千，那你来抓千啊！童秘书，按照你们蓝道的规矩，抓千失败的后果是什么？抓千失败，剁双手。抓钱。裘老板，牌是你洗的，发牌是童秘书发的，我全程都没有接触到牌，我该怎么出千呢？难道说你是怀疑童秘书帮我出千？谁知道呢？可事实摆在眼前，让人不得不怀疑。裘九千，我童景明在蓝道协会20年，从未有人敢如此污蔑我的名誉。哼，童秘书，铁面判官，谁知道呢？比起看不见的人心，我更相信数学答案。况且在座的各位，有谁真的见过不爱钱的神仙呢？好，既然裘老板不相信我，不相信童秘书，甚至不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那么相信你的算法，那就用你的算法来验证我是否出千。要验证我是否出千，只需要通过现场真实的牌型序列与你预设的真龙牌局预设的牌型序列进行对比，看是否完全一致。好，红桃勾，方片10，黑桃5，梅花6，梅花7，红桃5，方片6。师兄，牌面上的牌局跟真龙牌局的预设牌面一模一样，一张不差。裘九千，你还有什么话说？不可能！我算计了所有结果，我不会算错的，不会算错的，不会。师兄，你看，我不会算错的，不！我去，恩然，你这算的跟计算机里算的简直一模一样，你也太神了！就是，也太神了，真是服了，太厉害了。唯一姐，他真的算到了25亿9000多万种可能之外的那一条生路。
恩人，你不仅精通所有赌术，你简直就是诸葛在世啊！心服口服我们，服了没啊？谢谢你，恩人，真是服了。此女之能亦非凡俗，恐怕当今赌王也不一定是其对手。现在，裘九千，证据确凿，你也该履行你的赌约了。履行赌约？放屁！我凭什么听你的话？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都还愣着干什么？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一个也不许放走！你们两个不愧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仗着人多势众反悔，你这做派，真是跟当初输光一切的萧婉珍一模一样。各位，刚才的情形你们是亲眼看到的，裘九千已经输了，输得彻彻底底。现在他名下所有资产、赌场，包括我们现在站的地方，都属于我。你们真的要选择跟着一个输光一切还毫无信誉的老大，你们真的有前途吗？老大，认输吧，你不是他的对手。是啊，老大，是啊，认输吧，认输吧，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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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输吧。裘老板，现在你是想被剁手呢，还是要履行赌约呢？是你，都是你，萧婉珍，是你把这茶香引来的。你说，这，你放屁！裘九千，你自己技不如人，还赖到我头上来了。你把师傅的家底儿都输光了，看他到时候怎么收拾你吧。姑娘，姑娘，姑奶奶，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求求你了，把资产还给我吧。这些资产也不全都是我的，这些产业大部分都是赌王冯老先生记在我名下的。要是没了，赌王冯老先生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他会杀了我的。我求求你了。这是你自己的事，赌桌之上，愿赌服输。现在，履行你的赌约。哦，把人家二叔老婆放出来。好，快把人放了！老婆，我再也不赌了，我再也不赌了。大壮哥，回来了。童秘书，按照你们蓝道规矩，若有人发下赌誓，却拒不履行，是什么后果？赌坛规定，轻则断手断脚，以儆效尤；重则清理门户，以绝后患。我裘九千，我裘九千不是人，我生去欺骗大家，我也是被逼的呀！赌王他就是个王八蛋，赌王是王八蛋，我是被逼的；赌王是王八蛋，我是被逼的；赌王是王八蛋，我是被逼的。谁这么大胆，敢辱骂赌王？韩助理，韩助理，是他在骂，都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在辱骂赌王。韩助理，你得让师傅他老人家替我做主啊！现场有这么多双耳朵，是谁亲口说出那3个字的？大家心里都有数。是裘九千他自己骂的，就是他骂，就是他自己骂的，我听到了。赌王冯先生听闻华阳出现了一位赌技惊人的年轻高手，看来是小姐您了。赌王特意让我前来邀您相见。赌王邀见？赌王邀见？天哪！赌王亲自邀见，这可是天大的面子。多少人想见赌王一面都难如登天，他的运气也太好了吧！赌王邀见，他是想给他的2个徒弟出头，跟我赌一把出气吗？姑娘误会了，赌王惜才，
听闻您天资过人，技艺超群，起了爱才之心，想收您为弟子。赌王要收恩人为弟子啊？拜赌王为师，这简直是鲤鱼跳龙门啊！你知道有多少人捧着100亿的家产上赌王指点一二，都被拒绝至门外了吗？他居然被亲自邀约入门，这是多少的好运！赌王收徒向来只看重天赋，无论出身。9000还有婉珍，当年正是因此才入门。如今既然你能胜他们，自然有资格拜入赌王门下。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缘。做我师傅，他也配。不错，这姑娘太年轻气盛了。这么好的机会都不要，这可是赌王冯汉天啊！这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啊！回去告诉冯汉天，让他好好准备，在赌王大赛上等我。到时候我会让所有人都亲眼看到，我是怎么让他输个精光。他说什么？让赌王输个精光？疯了，真的疯了！他知道赌王意味着什么吗？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过回想刚才的手段，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阴障。深不可测。我现在觉得这姑娘她的赌术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的多。 10年了，自从10年前冯汉天赢下赌神高瞻，登顶赌坛，这10年间再无人能真正挑战他的权威，赌坛死水一潭。如今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不管他能否成功，这股敢于挑战权威、冲破桎梏的锐气，就已经足够令人心潮澎湃。乡亲们，我们走。走。好，很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希望到了赌王大赛上，还有今天这么自信。韩助理，师傅他老人家怎么样了？你还有脸问？你们两个废物，败光了先生那么多的资源。先生说了，让我把你俩带回去，亲自带走。别动！你师妹，你疯了！快把他放下！你觉得师傅会放过我们吗？你告诉冯汉天那个伪君子，我会去找他的，不过不是现在。废物，都他妈废物！把剩下的这个废物给我带回去，严加看管！不要！先生，就是这个小丫头，连上了9000和婉珍。你去尽快查明她的来历。是。哦，这位姑娘就是连败我那2个不成器徒弟的那位姑娘喽。不知道姑娘贵姓呀？高兰，冯先生啊，是给2个徒弟讨公道的吗？哎，赌桌之上，胜败乃是常事。他们技不如人，怪不得人。不过高小姐当众拒绝了我收徒的邀请，这让我很是意外。我这个人自在惯了，不习惯给别人当徒弟，更何况我来这里是来夺赌王的称号的，不是来拜师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哎，年轻人嘛，有点锐气是好事。但是高小姐，我得提醒你，这里可是赌王大赛，
不是乡下的赌坊，在这儿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哦。代价？就凭你教出来的那2个废物徒弟的水平，我还真看不出来你有什么能力让我付出代价。好得很，那咱们就赌桌上见真章，到时候高小姐可不要哭鼻子哦。我们走。我要验牌。萧婉珍，你居然还敢来！师傅，别来无恙啊！看来您老人家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收新徒弟。你这个叛徒，还有什么脸站在我的面前？叛徒？看来您这爱收徒弟的老毛病还是没改啊，可惜人家不乐意了。当年你为了收我为徒，可真是费尽心机呢。哈哈哈哈哈！我都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好，那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当年的真相。大爷是冯汉天让我设了这个局，让萧婉珍的丈夫失去了所有家产，逼得走投无路。什么？原来萧婉珍当年拜赌王为师是赌王设计的。不错，是我设计的又如何呢？这些年我教你赌术，传授你本领，让你从一个人人可欺的弱女子变成了称霸一方的玉面罗刹。难道这些还不足以抵触当年你的损失吗？我的损失？冯汉天，你把我变成了一个亲手卖掉自己女儿的恶魔！什么？萧婉珍还卖自己女儿？是我逼你卖掉你亲生女儿的吗？我只是给了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吧。是我太傻了，才会听信你的鬼话。你当年告诉我女儿跟着我这个烂赌鬼，没有好日子过，不如找个好人家，过些年再把她接回。对，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你太贪心了。没错，我不是人，我为了拜你为师，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些年，我每晚都能听到兰兰在哭着找妈妈。萧婉珍，你以为你说这句话我就会原谅你吗？永远不可能。好，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我就想知道，我的女儿到底在哪？我求你告诉我。你的女儿在哪儿？我怎么会知道呢？是你亲手把她卖掉的。怎么现在还在这装慈母？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干的勾当。我这些年为你设局，陷害过多少人？在赌场里面，你贩卖了多少人口？我为你做的那些烂事还少吗？你给我住口！好，你不想告诉我他的下落，那我今天就在这个赌局上赢过你，掌握你所有的赌场，拿到你的人脉关系，我自己去找。好，就凭你，那就让我看一看，这些年你到底学了什么本事。萧老板，刚才你那副声泪俱下的表演还真是精彩啊。姑娘，你根本不懂一个母亲的感受。感受？你知道你亲生女儿当时被卖掉的感受吗？
被最信任的人推下深渊，被全世界抛弃的那种绝望，你感受过吗？别说了。姑娘，我知道你的赌技令人赞叹，你能够赢过我和裘九千，但是并不代表你能够赢过他。他纵横赌场数十年，至今从未败过。你太年轻，你根本不知道冯汉天的可怕。凡事都有第一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10年，为了今天，我整整准备了7年。这场赌王大赛，我注定是那个要把他拉下神坛的人。各凭本事。等我赢了这场赌局，我就可以动用所有的关系，找到我的女儿了。肖老板，真是情深意重的人，可也许他根本就不想见你。我知道，我知道他一定恨透了我。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他，亲口跟他说一声对不起。那就祝肖老板得偿所愿。各位来宾，我宣布今晚的重头戏——赌王大赛正式开始。接下来将进入残酷的淘汰环节，将从所有选手当中选出2名选手进入决赛。牌局开始，所有选手将在5秒内还原预设排序，超时者淘汰。时间到，1号选手淘汰，7号选手淘汰，5号选手淘汰，8号选手淘汰，2号选手淘汰，3号选手淘汰。女士们、先生们，经过激烈角逐，共2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叱咤风云的玉面罗刹，能在预选赛中创下连胜纪录的萧婉珍女士，以及本届最大黑马，以神乎其技连克强敌的高兰小姐。这高兰太可怕了！听说他只用了10块钱就赢下了整个赌场。萧婉珍居然赢了，哼，这下有好戏看了！师徒反目，新老对决，这可是赌坛近几10年未见的大场面啊！决赛开始，本次决赛我们要进行拼手、瞬息、牵牌，规则如下：3位选手面对桌面，荷官将整副牌推开，背部朝上。口令开始时，用时最短且复原准确者获胜。时间相同，则先进行比赛的人获胜。一副牌瞬间记忆，真有意思。听说去年记牌比赛记录是45秒，不知道他们今年能不能突破到40秒。按照抽签顺序，先进行比赛的人是萧婉珍女士。师傅，你不是想看看我长了什么本事吗？那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等一等。你们能走到今天，的确是有2把刷子，但是这么比太无趣了。不如咱们再增加一些筹码，如何呀？我还没想好怎么和冯先生谈赌注呢。冯先生居然主动来送钱，真是太好了。好啊，高小姐赢了我200亿，那就用这200亿做赌注。好。而你没有200亿，那就拿你的命做赌注。选手之间的额外赌注，自行决议即可。好，好，
我让你们知道，背叛我绝没有好下场。萧女士，请准备，比赛开始。惊人！萧女士的记忆时间竟然只有0.98秒，不可能，我连牌都没看清啊！不到1秒，他只看了一眼，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恩人，接下来请萧女士复原排序。请比对萧婉珍女士的复原排序与原始排序完全一致。哇！太强了，0.98秒，100%复原，玉面罗刹，名不虚传啊！怪不得赌王千方百计的要收萧婉珍为徒，他真有这种天赋啊！冯汉天，我为了今天，每分每秒都在练习惊鸿一瞥，从肌肉进入、空间定位、图像捕捉，我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只为今天而活的机器，为的就是在你最得意的领域彻底击败你。你就等着输吧。不错，有点长进。感谢萧女士为我们带来的震撼演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2位选手，来自我们赌界的赌王冯汉天先生。高小姐，刚才和萧婉珍的这个赌注，不过就是我清理门库的开胃小菜。你我之间要不要也添点彩头啊？冯先生想添什么？再加20亿。如果我赢了，你还需要在这个协议上签字，为我冯氏效力10年。这10年期间，你必须完全的听从我的调遣，不允许再进行任何的反赌事宜。先生，21换10年，这也太不划算了。这种人7天内从10块钱赢了我20亿，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且在外面给我添麻烦，除了他。恩人，这个协议不能签，这分明就是卖身契啊！赌王这是彻底要收服这匹黑马呀！第2个出场，居然敢下这么大赌注，还附加这种条件，难道赌王真的有100%的把握？萧女士刚才是0.98秒，看她必赢的样子，难道她还要快？冯先生，我知道你还有50亿资产，我想用你的全部资产作为赌注。20亿对你的10年已经很看得起你，不要得寸进尺。冯先生误会了，我这里还有30亿。什么？我这人闲不住，在赌王大赛开始之前，就顺便又去赢了3家赌场，天韵阁、金沙会、琉璃宫，都是我。好，既然这样，好，那就把我名下所有的赌场、股权、资产统统拿过来。此人绝不能留。冯先生，请准备，比赛开始。他按了，牌还没发啊！这是什么意思？放弃了吗？冯先生，您这是？谁规定一定要看到牌才可以开始记忆？谁规定一定要看了牌之后才可以开始记忆？方块 K， 方块 K， 红桃4，红桃4。到现在都是全对，他真的在牌没有分开之前就记住了。这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呀！他难道有透视眼吗？你看他的表情，从始至终连变都没变，太可怕了。梅花3也是梅花3，两副牌竟然一模一样，这也太令人震惊了！赌王，这才是真正的赌王！ 0秒记忆，100%复原，神话，
这是赌坛的神话啊！这就是赌王啊！恩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没翻牌他就……恩人，这怎么可能啊？他还没翻牌他就……这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的，哪怕是同一批次、同一盒生产的扑克牌，其背后的微缩印刷网纹、油墨分布的细微差异、纸张纤维的不同走向，甚至肉眼难以捕捉的微小瑕疵，都是这些牌特殊的指纹。我懂了，恩人，你的意思是说，他在没看牌之前就已经记住所有扑克牌背面的纹路了？没错，当他转身的时候，看到的就不只是54张空牌背，而是54张有着独特身份的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各位观众，我们刚刚亲眼目睹了堪称赌坛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幕，赌王冯汉天先生展示了神乎其技的盲背技艺。冯先生极有可能是运用了传说中的读背术，他凭借对扑克牌的制作工艺和细微差别的极致理解，在比赛前就已经完成了对背面的记忆。这不仅仅是记忆力的挑战，更是知识、经验、观察力的终极体现。匪夷所思，将物理辨识运用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赌王之称实至名归。这不公平吧？牌都没翻过来。根据大赛规则，瞬息签牌考验的是选手对指定排序的最终记忆与复原能力。不论方法，冯汉天选手用时0秒，凭借对牌背的识别完成挑战，过程合规，成绩有效。看到了吧？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你的命归我了，高小姐。那50亿，还有未来你的10年，冯某就笑纳。当然，如果你内心稍有悔改，可以立马跪下拜师，我或许可以给你留几分颜面。怪不得赌王第2个出场就又下了50个亿，原来是胜券在握呀！只是可惜了这姑娘了，太嫩了，干嘛跟赌王斗呢？这下好了，好不容易赢了身家，全输了回去，还要搭上10年自由，这辈子算是毁了。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总以为能创造奇迹。这下踢到铁板了吧？赌王岂是那么容易撼动？小丫头骗子，这些钱我就不客气了。等等，我还没比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会输？你是不是傻呀？这还用比吗？我家先生用时0秒，刚才你没听清楚吗？就算你也用时0秒，但是先比者先胜。评委老师，请问按照规矩，我还能继续比赛吗？比赛是可以比赛，但结果已定，再比下去好像也没什么意义了吧？高小姐，我们知道你有些本事，可惜你运气差了点。不过若你坚持要比，我们也没有意见。等你表演完之后，至少也让大家知道一下你的能力。既然规则允许，那我就要求完成这场比赛。经评委组商定，高蓝选手可以参加比赛。高蓝选手准备比赛，开！他竟然在比赛计时开始前就按按钮，这算什么呀？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操作。怎么，高小姐，你知道自己必输就放弃治疗了？这一开始牌都没发就结束了。请问裁判，既然主持人已经宣布了比赛开始，那有没有规定我必须得在什么时候才能按按钮呢？规则上倒是没有明确禁止，但是既然没有禁止，那我做的就是合规。这分明是耍无赖，知道自己赢不了就搞这种小动作。不看牌就知道顺序，你当自己神仙呀？未卜先知呢。完了，这姑娘是彻底放弃了，还是胡闹了？看来赌王给她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都精神失常了。说不定人家真有特异功能呢。哼，本来不用我动手，你自己就把自己逼疯了。这怎么办？无尽无效。这规则上面
没说不能提前按，只是说谁用时最短。可是这负时间理论上比0秒还要短，但是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啊！他怎么可能在没摊牌之前就知道了排序？他还没有复原呢，他可能已经知道比赛结果，就是想试试。那就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试试运气吧。啊！哇！经核对，高蓝选手的复原排序与原始排序完全一致。我的天啊，全对！他真的全对了，神仙，真是赌神下凡啊！我这不是在做梦吧？他没转身，没看牌，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比赌王的0秒记忆还要离谱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一定是用了我们不知道的方法。未卜先知，他一定是未卜先知！我错了，我刚才不该嘲笑他。裁判，这怎么算？负时间也是时间，他比赌王的时间更快，成绩必须有效啊！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恩人，我就说我们一定能赢！奇迹，这是赌坛100年未有的奇迹，我们见证了历史。高蓝选手他创造了不可能。规则没有禁止，他的操作完全合规，而且形成了完美复原。理论上，他的用时是负数，比瞬时还要快。这无需多言，成绩有效。高蓝选手的成绩不仅有效，而且是碾压性的胜利。他定义了新的赌术巅峰。不可能！你连牌面都没看到，你是怎么做到的？很简单，冯先生记住的是牌的过去，而我预判的是牌的未来。当荷官发牌的那一刻，所有的排序就已经注定。我宣布，获得本次赌王争霸赛最终胜利的是高蓝小姐。好！赌王易主了，10年了，赌坛要变天了！我的天，这姑娘什么来头？连冯赌王都赢了！赌王！高蓝赌王！想知道你女儿在哪吗？你说什么？她在910附近，5分钟之内你不去，她就不在那儿。你骗我！爱信不信。我不服！我要和你再赌一局。你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赌王这个头衔，都输给我了。请问你还拿什么和我赌？楼淑兰，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反赌，更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报仇。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反赌，更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报仇。我用这个跟你赌，这里面有和你同样经历成百上千孩子的所有信息。如果你想拯救他们，就拿你赢的所有资产，包括赌王称号。敢不敢跟我赌？好，我跟你赌。可以。经组委会商议决定，同意增加一场特别对局，以决定赌注归属，请2位商议赌局内容。那就你来挑比什么吧。那就简单点吧。天女散花，比谁抓的牌面点数更大，大的人获胜。终极赌局天女散花，现在开始，请2位做好准备。比赛之前，我要送你个小礼物。给你10分钟，城西化工厂迟到就给他收尸。冯汉天，你这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想先救他，还是想赢比赛。我给你多个选择。你是觉得我会为了把我卖掉的人而输掉比赛？不然呢？众人皆知我赌术高超，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最擅长的是拿捏人心。开不开？快点啊！终于开不开心了，你快点啊！二位，比赛还能继续吗？裁判，我要求暂停比赛15分钟。不行，规矩就是规矩，除非你愿意主动认输，否则必须进行到底。规则确实如此，高兰选手，比赛不能延迟。干什么呢？快开始啊！哎呀，还比了！我要求由陈大壮替我完成比赛。不是恩人，他是赌王，我怎么可能赢得了他呀？放心，有我在，他不是你的对手。什么？他让那个傻大个替赛，他疯了吗？这下全完了。冯赌王就算再差，他碾死个新手也像跟玩一样啊！啊！我要求由陈大壮替我完成比赛。这就要问一下冯先生的意见了。哈哈哈哈哈！随便你找谁来代替，何况你还找了一个傻大个。反正结果都已经注定了，我没问题。经合议，同意高兰小姐邀请陈大壮先生作为代理人参与赌局。陈先生，请准备。大壮，放心，你可以的。啊，不是，恩人，恩人。小心！你为什么要来救我？你的命已经输给我了，我不想让你死在别人手里。你是不是萧婉珍？我救你，是为了让你去自首的。我已经报警了。请就位，陈先生。就位吧，就位吧，快就位吧！接下来，比赛开始。那我们开始了。我抓到了，我抓到 K 了，我抓到 K 了。K 很大吗？啊 ？K 很大吗？赌王赢了，赌王赢了。哈哈哈哈哈！吃爷的都给爷吐出来，拿爷的都给爷送回来，爷赢了！哈哈哈哈哈哈！等等，输了，恩人，对不起，我输光你赢来的所有东西了。谁说你赢了？怎么，你眼瞎了吗？大王对 K 胜负已分，你要耍赖？我不是想要赖账，我是要说你作弊。胡说八道！作弊！众目睽睽之下，我怎么可能作弊？证据呢？证据
就在你那张王牌上。这牌能有什么问题？你敢不敢翻出来给大家看看？哎呀，我跟这个傻大个比，还需要作弊吗？那我就让你今天输得心服口服。真的不一样啊！他这不是作弊吗？作弊！作弊了，你看，明明不一样，他的牌背面换完颜色，明显不同。作弊了！真的，这不是同一副牌。怎么可能？有人调包，一定是你干的！我，冯赌王，从刚才的赌局，我根本不在现场，如何调包？反倒是你，为了赢回筹码，特意准备了这张假的王牌吧？而真正的王牌是那张。不是，他真的作弊了啊！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想要他在哪儿，他就在哪儿。有我在，没什么不可能。人算不如天算，善恶终有报。冯汉天，你所做的事都会付出代价。冯汉天，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跨国人口贩卖、巨额诈骗、故意伤害等多起重罪，这是逮捕令，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我的。我来找你，是为了告诉你最终的结果。冯汉天的势力已经彻底瓦解，根据 U 盘里的线索，他在全国各地的窝点也已经被端掉，当年那2个人贩子也已经抓获。好，这样很好。我能问问兰兰她怎么样？她很好。真的？那她现在在哪儿？她多高了？长什么样子了？从来没有试过往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他恨我吗？他还记得他小的时候，他妈妈在河边给他捡漂亮的鹅卵石，说那是星星的眼泪。这朵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他妈妈亲自给他编的，他珍藏了很久。这些你怎么？兰兰，真的是你啊，我的兰兰。是妈妈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听你道歉，也不是为了认你。对，是我不配，我不配做你的妈妈。我只想让你知道，当年被你卖掉的女儿，她没有死，她活下来了，她被人救了，学了一身本事。她回来不是为了认亲，是为了终结这一切，让那些深受赌博之害的家庭，被至亲背叛的人讨一个公道。公道？
这才是真正的公道。兰兰，不，楼淑兰，你做的非常好，比我强1000倍、10000倍，我为你感到骄傲，真的。我会继续走我的路，用我的方式帮助别人，这一切都结束了。听说远方最神秘的角落，每晚都燃起篝火，相爱的人围坐。舒兰，岁月也分一定要活着，流过诗篇情歌，被他们轻声唱着。